申请签证要求谨慎，去厄瓜多先要认证。Hello， 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厄瓜多暂停与中国的免签之后，签证要怎么办呢？签证如登山，资料准备难。今天就谈谈如何申请厄瓜多的旅游签证和移民签证，还有哪些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护照免签呢？从2024年7月1日开始，厄瓜多会暂停与中国互免签证协定。在之后想用中国护照进入厄瓜多的话，就要先申请旅游签证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啦，赶快进入正题吧。我们来看看厄瓜多外交部的网站，这个旅游签证全称是90天临时旅游访客签证。那就是跟之前的免签停留时间是一样咯，都有90天。这是需要申请签证才能进入厄瓜多的列表。在上周这个资料还没更新，现在已经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感觉中国移民的难度在一点点的增加，真的是移民要趁早啊。具体要求有：第一，白色背景的 JPG 格式照片；第二，有效期至少6个月的护照；第三，18岁以上的人士需要过去5年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这里划重点哦，文件要翻译成西班牙文并海牙认证，文件有180天的有效期，从颁发日开始计算。以前文件都要双认证，现在通过海牙认证 Apostille 就可以了，应该会方便很多啦。Nice。第四，证明申请人有合法的生存手段，意思就是要证明你有钱哦。要准备银行流水账，通常来说要求是6个月的记录吧。还有申请费用50美元，签证费30美元，要求都很清楚啦。那要如何申请呢？可以联系你所在地区的厄瓜多领事馆，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但每个领事馆只会办理对应辖区的申请，意思就是你的护照在哪个地区申请，就按照对应辖区去办理。对啊，小本本上面都有写签发地点。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电子邮件联系，一般中文或者西文都可以。但按照我们之前办理签证的经验来说，感觉发西文邮件好像回复的快一点哦。有这个可能啊？我觉得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工作人员通常都是3-5成群嘛。什么意思？就是通常只有3个人或者5个人在办公。对呀，有时候电话没人接，或者是邮件过好几天才回复，也是很正常的情况啊。这是厄瓜多慢生活节奏嘛，无论在地球哪个角落都是照样进行。所以想要申请签证的朋友，要预留多点时间来办理会比较好一点。但是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为什么不搞个 eVisa 电子签证系统，让大家在网上申请呢？这样就方便很多啦。这个提议很不错啊，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谁出钱呢？好吧，讲钱伤感情，点赞添友谊。其实办理签证的过程也不会很难嘛。不会很难，只是很烦啊。我们申请厄瓜多移民签证的时候，要准备的资料就一大叠。其实厄瓜多的投资签证可能是世界上最低门槛的了，相对发达国家来说，确实是这样。现在成功申请就会授予2年有效期的临时居留签证，可以合法居住在厄瓜多生活、经商、工作。小朋友免费就读公立学校，还有公立医疗系统的保障。但这个医疗系统好像不太可靠啊。那可以考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别拉远了，还是讲讲厄瓜多投资签证要求吧。这些要求对所有外国人都是一样。第一，白色背景的彩色照片。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家靠着白色墙壁互相拍摄，不要戴帽子头饰，面部不要有遮挡，表情自然就可以啦，很简单。第二，有效期至少6个月的护照。护照嘛，去哪里都要啦。但如果护照有效期少于1年，建议你更新后再来办理哦。
第三，过去5年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文件颁发日起计算180天内有效，要翻译成西班牙文，然后海牙认证。这点要留意哦，在递交申请的时候，一定要在180天有效期内哦。第四，证明申请人有合法生存手段，也就是银行流水账记录，这也算是收入证明了，通常至少6个月的记录。那么有没有规定要多少收入呢？这里没有写实际数字，但按照过往惯例是要达到厄瓜多的最低工资，目前是460美元，每增加1位家属就需要增加250美元。那如果是2夫妻，就是每个月710收入咯。第五，在厄瓜多银行存放100个月最低工资就是46000美元，期限至少为2年，或者购买厄瓜多的房地产，价值也是相当于100个月的基本工资。通常都是选择存钱到银行，因为有很高的利息收入嘛，是躺平生活的基础耶。如果选择买房子的话，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看看是不是值得哦。无论选择哪种方式，有家属的话，每一位需要多增加500美元的投资额，还有最低工资每年都会上调一点点，去年是450，今年是460，要求会逐年增加哦。所以移民要趁早，就是这个意思嘛。我记得我们申请的时候，最低工资是425元。是啊，那时候投资额度低很多诶。还有很重要的第6个要求，亲属关系证明，就是结婚证书、子女的出生证明这些，就是要证明你的儿子是你的儿子，看样子都不行哦。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公文书都需要翻译成西班牙文，都需要经过海牙认证哦。我记得还有一份厄瓜多中央银行的文件，是存钱之后去办理的。没错，当存入46000美元，并且定期2年后，就可以在中央银行的网站领取这个文件，这相当于是投资证明吧。这个是厄瓜多国内的公文书，就不需要经过海牙认证了。那还有其他要求吗？肯定还有了，真是诸多要求，好烦呐！是什么啊？说吧。当然是要交钱了，申请费50美元，签证费270美元。要跟签证官面谈吧？对对对，这个也很重要。我记得面谈当天还要求我们补交一份近期的银行对账单哦。有可能是我们的申请程序拖得太长了，所以要求更新一下资料吧。但只是交过去就可以了，不用再去认证了。这些移民申请手续都可以在厄瓜多领事馆或者来到厄瓜多的政府部门办理。成功申请后，将会有2年的临时居留签证，在厄瓜多居留21个月，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了。那如果我不想待那么久，可以吗？当然可以，厄瓜多是来去自由的地方，这个签证可以多次出入境，到期后可以续签，只要钱一直留在银行，就可以一直延长了。一直延长就一直交签证费哦，还可以一直收利息哦。那么整个办理移民签证的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那要视乎在哪里办理，还有从哪里算起了。在前期准备资料，就是无犯罪记录、银行账单、亲属关系证明这些必要的文件，每个人都可能有所不同。那个时候我们都用了2到3个月哦，算是比较慢嘛。还有在厄瓜多领事馆办理，或者在厄瓜多国内办理，处理的速度也会有所不同。通常在领事馆办理会时间长一些，毕竟工作人员是3-5成群嘛。慢生活的速度让我们等了半年啊。而在厄瓜多办理的话，政府部门人手会多一些，处理的时间也会快很多哦。有听说过最快1-2个礼拜就搞定咯，似乎当时申请人数的数量吧，但通常1-2个月都可以完成申请程序。过程虽然繁琐，但移民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现在多点耐心，未来就会少很多烦恼咯。移民前入学考试就是这个意思嘛。如果人在外国，例如在泰国吧，要如何申请厄瓜多的签证呢？最直接的话就是联系当地的领事馆，看看能不能办理。厄瓜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有领事馆，负责马来西亚、泰国、辽国、越南、柬埔寨的申请。但是在网上有人分享过往经验，厄瓜多方面会要求你联系护照签发地的领事馆申请，也就是要去北京、上海或者广州的领事馆哦。如果有
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欢迎留言分享，我们都会看，都会回复哦。简单介绍一下海牙认证，全称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公约，也叫 Apostille。该公约在2023年11月7日起在中国生效实施。那么对移民有什么用呢？这可大有好处了，无论是申请移民还是旅游签证，都需要准备一些文件，例如无犯罪记录、银行记录等等文件。这些公文书都需要经过认证程序才可以使用，这就是经常说的合法化程序。我记得以前我们办理移民签证的时候是需要双认证，就是要去2个国家的领事馆做认证程序才能使用。那么现在就不用这样做咯。对啊，海牙认证简化了认证程序，经过认证的文件在公约签署生效国都可以使用哦。这对于移民人士来说方便了很多啊。虽然厄瓜多没有旅游免签了，但在拉丁美洲还是有地方对中国护照免签吧？那当然，经过仔细调查，发现有不少国家是有免签政策哦。马上来看看这个红色小本本可以去哪里吧。首先是苏利兰，来看看地图，它就在这里。虽然是在南美洲，但官方语言是荷兰语哦。从2021年5月1日起，中国护照可以免签入境30天。哇，要讲荷兰语耶，好像挺难的。听说这个免签是有条件的吧？对啊，需要支付入场费50美元哦。要买门票吗？这个免签免得很精准啊，繁琐的申请手续就免了，但是收费就不能免啊。第二个免签国是巴哈马，位于加勒比海区域，官方语言为英语。从2013年开始就有互免签证协定，可以停留不超过30天。从地图上看起来很接近美国佛罗里达州，能不能游泳过去呢？要游泳的话，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巴哈马旁边的古巴了。这个免签真的好新鲜啊！就在今年5月份才开始实行，可以免签入境停留90天呢，还挺长时间的啦。看来除了游泳之外，还可以拍 MV 了。还有牙买加、海地、多明尼克都有免签政策。看来小本本除了可以去非洲游一圈之外，还可以去加勒比海逛逛哦。除了以上的免签国之外，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玻利维亚的签证。是啊，上支影片我们也提过，对中国护照有旅游形式的落地签，详细要求如下：往返机票、行程计划、酒店预订单、银行对账单，还有不少于5万人民币的存款证明。签证费用大约100美元。那么这些文件需要海牙认证吗？网站上没有写这个要求，建议是先去在线申请，文件要准备英语或者西班牙语，按照提示申请就应该可以了。感觉这个落地签不太接地气，还要事先申请。也没有一定要事先申请啦，但如果在落地的时候才办理，如果准备的文件不够齐全，就可能要打道回府咯。如果有朋友尝试过，欢迎给我们留言说说你的经历哦。有机会我也想去旅游看看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可以请我们喝杯咖啡啊。我们已经开通 Super Fans， 移民要趁早，订阅对你好。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拜拜。